如果让我总结年度精彩爆破对局合集的话，那么这一期一定上榜。针对不会打狙的玩家，这一期的知识点有点多哦，慢慢消化。这种素材可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当我看到4个队友是传奇的时候，觉得还有对抗的希望，不然要是没有对抗的希望，我就专收人头去了。再看到枪械展示，好家伙，我们这边区更多哎，那么是可以选择相信队友的。毕竟这么多传奇，秒选好人偶肯定不是吃素的嘛，所以说这个包还是让给队友。不过尽管如此，开局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打法先摸对手的打法习惯。你要知道对面的布局，你才知道后面才该怎么应对。队友这边不出意料 A 塔对狙，我们得想办法摸到飞机。不过听到飞机是有一个声音的，所以说排点要仔细一点。我们失去了炸弹。飞头不着急看，直接看右边。就这种一晃而过去收集信息，这个人好像没反应，那就干他。他是机枪系头捡起来，准备绕 A 点 P。完成这项任务。可以，反应速度很快，高台一个。那么 B 点差不多就摸清楚了嘛 ，B 点机舱是有一个人的，飞机下不清楚，高台有一个。队友 A 大对狙队失败了，没关系，让他们再试一把。目前是没有别的打法可以用的，只能去冲飞机。队友进机舱，我们直接跳飞机下，看看飞机下有没有人。高台也没有看到人，飞机下并没有人打我。但是高台听到狙击机枪的声音，他这边机枪再捡起来，准备抽高台的。守员门口办了一波塔克位置的在弹，打完之后立刻掉头不看了。这把枪没有带消音的，对面狙击手一旦确定你位置，往你这边一看，你就差不多要死了。所以说不要冒险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蹲在这个飞机头，站起来的话容易被走廊的狙给抽了啊。狙击的话又怕道具，所以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他也打稳。这时候其实不动是最好的，但是我想着我是喷子应该能反杀的，但是想学。不过好在我们这边人数比较多，勉强稳下一局。那么 B 点的信息差不多收集完了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进行战术调整。飞机下偏安全，我们就直接跳飞机就可以了。从这边过的话，补个防爆，防止中间纠缠烂过来。动作快一点，不然别人就摸脚下去了。一瞬间滑铲躲到掩体后面，避免高台看到我们动向，然后进步，慢慢的收集信息。那个机枪在飞机头，这个时候就想拿刀去切了他的。这个高台的狙他跑到飞机尾去了，这我所看的，我要是直接步枪的话就可以干掉了。这个时候就看队友的操作嘛，观看队友的操作，然后判断他的实力，然后决定我后面是否再相信他们。加油！这个枪声明显就是他们家方向嘛，就看他们4排之间是怎么交流的。不过我感觉有交流，但是不多。发现敌人。这点片段看不出来什么，还得再观察。身体去当诱饵去探信息没啥问题。这边过了被别人抽了就有点难受。对面的跟枪还是有点狠的，这个时候就很好的观战时候，看4个队友的综合发挥。A 打对狙，中间 Q33 架好 ，A 打打过了 ，A 打准备顶。B 通的话由3号来看着，防止 B 通直接顶自己家来了。这个布局分布挺好，然后 A 大打通，2个人该跟过来了。这边滑的时候注意到飞机头有个人头，继续看到一个人去过楼房了，然后往后拉，架好公路，2个人只杀到1个，这个准度让我对队友又重拾了一点信心。那么最后一个人就是他面前往右跑的那个人，这时候他提着手枪想去排角落，这个时候就妥妥的已经跑图书馆去了嘛，然后我就给他爆点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他们好像没有交流，队友是被 A 大打死的，为什么对 A 大没反应呢？进步到图书馆，右边有声音，直接跑出去。一起冲 A 点，狙击手。别人一个后滑，我以为他要直了，没想到他过了。可以稳一点，直接起狙打侧身更好一点。终于稳到了换边，队友的狙还是比较猛的，所以说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他们，我们就处理飞机这边。滑铲进来，避免被中间图书馆给抽了啊！真的有这种狠人的，就那种过瘾跟枪。然后我们到这个行李架后面架好，尽量只露个头皮啊，不要露太多，露太多的话狙很容易干掉你的。而且像这种孤独守点的时候，你要带幽灵。像这个图进飞机平板是用的比较多的，你要是守飞机下或者说是守飞机，你要是不带幽灵的话，对面扫到你位置会提前来处理你的。所以说狭窄空间守点一定要带幽灵。空旷了那就不用，因为平板也扫不了特别远。然后这个之后听机舱的声音，别人要是把我的伴垒打的话，那么说明机舱还有人的，我们就进步换个点。这个时候看到图书馆有个红点，中路虽然有锅炉房在看，但是不一定看得住，我们直接一个滑铲过去。这一波操作风险很高，但是就是为了快速到飞机头去。
发现我们这个板雷并没有被打，那么在同一个位置再布一个，这个主要是防止别人带了防爆衣一个踩不死，飞机都看不到，到侧边先看一下。连锅炉房被打掉了，这个就是图书馆打的，图书馆清理掉了，应该会往前压的。我们继续回飞机，在飞机头观察图书馆的动向，如果他往前冲的话，我们得打他。A 大队友开枪了，应该是冲 A 大了，图书馆有可能也去 A 大了，直接从 B 点冲他家去。突然看到脸上有一个，完了卡坏了，直接走位。为什么两个人都在 B 通啊？一个可以理解，两个这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图书馆去 A 大对了一波枪，勾引队友开枪，然后又跑到 B 点去准备冲 B 点了，这给我信息误判，结果我冲出去正好撞别人脸上了。如果说打假枪的话，那不可能开一枪呀。这时候 B 点没情况，那就只能是 A 点了。像刚才他直接就拎着手枪跑飞机了，这时候要是在飞机的话，死的就是他了。只能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中间这个走廊对狙比较频繁，我就想去拦截他们想去飞机的人。这个打法的背包搭配是要奔炮加速、幽灵加进步、副武器是刀。应该过没有烟雾掩护，要是有人架我就死定了。打了直接打第二个杀了之后，直接火炮补，红果再上飞机，炮子弹继续在飞机下面进步。这个时候我还在疑惑，这个火炮为什么没有把那个残血给溅射死？这个时候再上去追肯定是不理智的，远处要是下去就出事了，那只能拿平板去扫。后面我做视频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原来是那个人下意识直接丢 C4 了，然后把自己给炸死了。幸亏没有滑进去啊，滑进去我可就出事了。一旦是近战，残血回头丢 C4，这是很频繁的操作，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残血的就秒追，秒追会出事的。而且我们守飞机下的像这种人数碾压的，你得在地图上确定他的位置之后，你再选择跟队友一起包夹，不要盲目的冲出去，冲出去容易当靶子的。有一些小伙伴喜欢拿着短枪去躲在那个廊桥下面，其实并不推荐那个位置，因为那个位置你拿短枪的确是好处理，但是好处理的范围仅限于飞机。如果说对面不冲 B 点，把 A 点打破了，你短枪该怎么回防呢？其实就是如果说有人带的是警觉，那怎么办？警觉在这个版本可是加强了的，在下面他在头上他是能探到你位置的。他说你带了幽灵，他警觉还是能探到你的位置的。你就算听到他在你头上跑来跑去的，你敢去抓他吗？不敢的。综合判断的话，还是长枪比较靠谱一点。我以为把班雷打了，看到还是出发了，赶快呼叫队友 ，B 点出事了。这个时候不着急，应该还有，不仅仅是一个，慢慢进去，掉包了，再补一个班雷。难搞，看了飞机上就看不了飞机下，刚走，然后继续看队友，2打4 ，B 点还下包了，要出事了。像这种1打4就有点困难了，那还不如直接打字呼叫帮忙。其实如果能够开麦叫就更好一点，这个人就先平板扫，我带的幽灵他扫不到我的，所以再提醒一遍，守点的话幽灵很重要的，他们肯定还会再冲飞机的，所以说我这把直接起重狙架飞机尾。我已经说了，让队友去一个飞机下，如果他们不理的话，那没办法，我只能各自为战。这个防爆没丢好，直接捡起来，然后往自己脚下涂，免得被别人给打掉了。然后稳稳的架着机舱就可以了。只要不进来给我顺了，我这个区是不死掉的。遇到这种，如果这个位置有点像我在飞机下，直接下去去帮我架一手。这个位置掉包了，肯定不止他一个的。继续上去，防止飞机进去了。那个冲枪还没死的，他打不了这么远的。然后下去，这个包掉在飞机下面，肯定是有人捡包的，所以说就盯着包就好了。且位置往前推一点，我们站在飞机尾下面，如果上面来人的话，我的警觉还会亮的。利用好自己的技能，这个时候就呼叫队友来看包，不要乱动，动了会漏声音的。队友被抽了，那有可能中路要冲我们 A 点去了，保一下他吧。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位置，卡着中间图书馆，正好看到一个人了，加油！打掉一个，没想到还有2个。好家伙，那就直接上飞机，在飞机后面躲着。A 大被打过了，肯定 A 大要往我们家压的。要不上去的话，那个复活点都能把我抽烂的，包只能让他们拿了。突然警觉亮了，手枪，这一波反应速度慢了，不然的话他不可能把我杀的，有点可惜了。4比4，来到决胜局了，还是一样跳飞机下，沿用前2局的对狙经验，机舱肯定是有人的，补好那个机枪或者说那个狙都在飞机尾架着呢，那过去太吃亏了。有人跳飞机下，那么就跟着。队友被打，找那个人位置。打掉之后，不要被高台抽了。机舱队友掉包了，狙球的那应该在飞机尾，小心飞机尾。的确是在，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跳下来。队友打掉的应该是飞机尾的那个狙，机舱应该没他们。这个时候2打2，目前已经拖了这么久了，对方肯定是往 B 点这边靠了。上去的话，收集的信息就很少。
两面包夹就比较麻烦，我就想在下面观察一下信息。但是想着如果说我掉的话，队友会很被动，然后就打算还是进飞机去吧，跟他们狙击手对枪风险太大了，直接上去，然后补个防爆。这边有防爆保护，对面不可能用道具来砸我的。这有一个半雷，对面要是想上来，得把半雷打掉。小伙子来切一他把我防爆打的一瞬间，我有点慌，我生怕他丢个 C4过来我就没了。这时候只能专心看后面。还有一瞬间，如果他直接看机头，人应该是一起出的，直接扫。还好，一人杀一个，成功赢下本场对局。看完这个，你有啥感觉？给我的感觉就是，你不能100%中的话，你选什么行人喽？你过来，你不是遭罪吗？神仙打架，你不打狙的凑什么热闹嘛？真的，这还是传奇都打这么费劲儿，这要是大师战神的，开局 A 打一顿打的永远没有送的快的，你不难受谁难受？你说别折磨自己，别选行人喽。